上礼拜，全球最值钱、最不可一世的7个科技大佬，在短短5天内弄丢了8500亿美金。8500亿是什么概念？大约等于台湾1整年产值的1/3，就这么凭空蒸发了。而最离谱的是，这场大缩水的账单，最后可能还要算在你头上。你以为 AI 是帮你写报告、画美女图的救星？错了，这玩意儿现在更像是一个正准备搬进你家、吃你的粮、抢你的床，最后还要涨你房租的二房客。它不只让你的股票账户缩水，现在还要来涨你的电费、抢你的饭碗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一个在市场里被毒打过几次，现在只想带着大家一起看这场资本荒谬大戏的老江湖。各位啊，你可以不知道明天早餐吃什么，也可以不知道你老婆昨晚在网购什么，那顶多就是多吃几天泡面的事。但你不能不知道为什么这波 AI 浪潮可能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为什么科技巨头赚翻了，你的钱包却瘦了？这背后有一个惊悚的逻辑。咱们今天不讲教科书，就聊聊这个幽灵国内生产毛额到底是什么鬼？为什么？纽泽西的电费账单打肿了矽谷的脸。咱们先从最接地气的事情说起。电费，如果你住在美国纽泽西州，这2天你收到电费账单的时候，血压可能会高到喷出来。根据最新的数据，纽泽西州的电价1年之内飙涨了21%，21%啊！各位，这不是什么股市的涨跌幅，这是你每天开灯、吹冷气、冰箱插着电就要付的实打实的真金白银。你可能会问，这跟 AI 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的去了。现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疯狂盖一种东西，叫做资料中心。这些资料中心里面塞满了英伟达的显卡，每一张都在疯狂运算，每一张都在疯狂吃电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永远不会饱的吃电怪兽，24小时不停地在吸干电网的电力。以前电力公司只要服务好普通家庭和一般工厂就好，现在突然搬进来一个大胃王，这大胃王不只吃得多，他还要求电力供应绝对稳定，1秒钟都不能断。这怎么办？电力公司只能去更新老旧的电网，去买更贵的燃料。那问题来了，这更新电网、买燃料的钱谁出？你觉得亚马逊或微软会好心帮你付吗？别傻了，资本家的逻辑是 AI 的红利我来赚 ，AI 的成本大家摊。电力公司转头就把成本加进了你的电费账单里，这就是我说的第一重打击。AI 的电费你在付，你以为你在刷手机，看 AI 生成的短片很爽，其实你家里的电表正在跳 Tango， 这还只是刚开始。当通膨因为这些能源成本降不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了。什么概念？就好比你请邻居吃饭，结果邻居点了最贵的龙虾，最后结账的时候他跑了，服务生拿着账单看着你，你说这气不气人？通膨这头也瘦，被 AI 加了一桶油。讲完电费，咱们把逻辑往上推一层。原本以为要降息的联准会，现在可能又缩回去了。为什么不敢降息？因为通膨压不住。而通膨压不住的一个重要推手，就是刚才讲的能源价格。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利率恐惧症，大家都盯着鲍威尔的脸色看，希望他能撒点水，把利息降下来，让大家喘口气。结果倒好，油价在涨，电费在涨，通膨数据就像一个打不死的蟑螂，一直在那里晃。鲍威尔心里肯定在骂街，老子好不容易把通膨压到3%，结果这帮搞 AI 的天天在那边烧电，把物价又给顶上去了。这就是第2重打击 ，AI 的热潮推升了成本，导致利率降不下来，最后杀死了股市的估值。你手里的科技股之所以能涨到天上去，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，未来钱会变便宜，而且 AI 会带来爆炸性的收入。但现在现实打脸了，钱还没变便宜，电费先变贵了，收入还没爆炸，成本先爆炸了。所以上礼拜我们看到7巨头蒸发8500亿美元，那不是意外，那是市场在校正回归。大家开始意识到，如果这场 AI 革命的代价是全球通膨长治久安，那高利率就会像一道紧箍咒，把科技股的估值活生生给勒死。这就好比你本来想开个派对庆祝升官发财，结果升官的名单还没下来，请客的饭店先涨价了，你的信用卡还被银行降额度了，这派对你还办得下去吗？聪明钱在逃跑，只有你在蹦迪。讲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说，麦门，你是不是太悲观了？我看 AI 概念股还是很热啊，新闻天天说 AI 生成内容要改变世界。各位，看事情不能只看新闻，要看钱在往哪里流。咱们把目光转向对岸，中国的 AI 板块最近也很有意思，表面上掌声一片，各种概念股趁热度喷得老高。但如果你去翻开主力资金的流向，你会发现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事实，就在散户还在奔走相告，喊着 AI 是国运的时候，
中国 AI 板块的主力资金单日净流出达到了19.83亿人民币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换算一下，大约是台湾一家中型上市公司一整年的营收，就在1天之内从这个板块抽走了。这叫 DJ 还在放歌，但主办方已经在叫计程车了。大户们、法人们，那些真正的聪明钱，他们看数据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看到的是硬体成本越来越高，应用端却迟迟变不了现零。大家都在烧钱买显卡，但除了卖显卡的黄教主赚翻了之外，其他人在干嘛？在比赛谁赔钱的速度更快。这种价涨量出的背离是市场上最危险的信号。这就好比一间餐厅门口排队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如果你绕到后门看，主厨已经背着包包溜了，老板正在把保险箱里的钱往口袋里塞，这时候你还在门口领号码牌，你说你是不是那个最后进去洗碗的人？我们常说，知识是唯一能随身携带的财富。读了16年的书，到大学毕业都未必能找到什么端得上桌的好工作，更别说投资这种能让你赚一辈子的谋生技能。你觉得你该认真学多久？如果你连主力在到货、散户在接盘这种基本的戏码都看不懂，那你那点辛苦钱真的只是在帮别人实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觉得这些逻辑有点意思，先把订阅按了，这样下次我更新的时候，你才不会在演算法的汪洋里找不到我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问我，麦门啊，你天天讲这些宏观逻辑，听着是很爽，但我怎么知道具体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撤？我不可能24小时盯着资金流向看啊。老实说，我也没那体力，所以我自己其实花了不少时间跟团队研发了一套系统。这套软体的核心功能很简单，就是帮你抓出主力筹码的变化。那些大户、外资、8大长老，他们买卖的时候会在 K 线图上留下痕迹。我们的软体就是把这些痕迹标出来，让你看清楚，现在是主力在防守还是在逃命。它会自动判断现在是盘整盘还是趋势盘。很多新手最常犯的错误，就是在盘整的时候疯狂交易，被来回刷洗。等到真正的趋势出来了，它已经没子弹、没血条了。我们的软体会量化趋势强度，告诉你现在力道够不够，值不值得出手。如果你觉得天天看财经新闻看到头大，结果一进场还是被套，那我建议你看看我的 Press Play 订阅专栏。我不会给你报名牌，因为报名牌本身就是个笑话。我提供的是一套思考框架和实战工具，在专栏里我会分享我怎么判断趋势的变化，哪里是主力的防守位，哪里是应该提高警觉的信号。我们要学的是钓鱼的方法，不是等别人喂你一条烂鱼。这套系统就是为了让你不用盯盘，也能在关键时机收到通知，做出理性的判断。好，广告结束，咱们继续讲刚才那个最核心的主题，那个让所有经济学家都头疼的幽灵 GDP。Ghost GDP， 当生产力变成你的天敌。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最高能也最让人细思极恐的部分。有一个概念叫 Ghost GDP， 翻译过来就是幽灵 GDP。这是由花旗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前卫的观点。通常我们认为生产力提高是好事，对吧？蒸汽机发明了 ，GDP 涨了；电脑普及了 ，GDP 涨了。生产力越强，经济越好，大家生活越富裕，这是一直以来的常识。但 AI 这一次不一样 ，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可能会创造一种幽灵般的繁荣。什么意思？想象一下，一家大公司导入了 AI， 原本需要100个白领做的事情，现在只要一个工程师带着 AI 就能搞定。这一家公司的产出不但没变少，反而增加了，因为机器不用睡觉，不会要求加薪。公司的利润率喷到了天花板，股价一路狂飙。从数据上看，这国家的 GDP 在增长，企业利润在创新高，简直是经济奇迹，对吧？但问题来了，那被裁掉的99个人去哪了？这99个失去收入的人，他们不敢消费了，他们不去餐厅吃饭，不买新车，不换手机，消费市场开始萎缩。这就是幽灵 GDP 的真面目。产出在增加，但钱没有流到人的口袋里，而是流进了数据中心和资本家的银行账户。企业赚翻了，但社会的消费能力却在枯竭。这就像一个人体重在增加，看数字很壮，但如果你去照 X 光，你会发现增加的全是肿瘤，不是肌肉。这肿瘤长得越快，吸收的养分越多，人体其他的器官就衰弱的越快。而且这还会引发另一个可怕的连锁反应——信贷崩塌。你知道现在全球的私营信贷规模有多大吗？从2015年不到1兆美元，现在已经膨胀到超过2.5兆了。这个规模相当于全球每个人平均背了300美元的隐形债务。这些贷款是基于一个假设，大家都有工作，大家都能还钱。如果 AI 真的大规模取代了白领，导致这群最有消费力、
也背负最多房贷车贷的中产阶级失去收入，这2.5兆的信贷泡沫就会瞬间炸裂。到那时候就不是股市跌几周的问题了，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叫正回归。有人可能会反驳说，麦门，你太极端了，历史上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创造新工作啊， AI 也会创造新的职位吧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你想想，当年马车夫失业了，他们可以去学开汽车，因为门槛差不多。现在一个被 AI 取代的翻译员或初级工程师，你要他去学什么？去学怎么设计更高级的 AI 吗？这门槛的跨度不是每个人都跟得上的，这就是第3重打击。AI 取代了你的工作，却没有把创造的财富分给你。市场是 AI 的，经济却不是你的。这句话虽然听着扎心，但这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现实。AI 的效率在提升，但这种提升正在变成一种系统性风险。当生产力太强，强到不需要人类参与的时候，这个建立在人类消费基础上的经济模型到底还能不能运转下去？当海啸来时，你该往哪里跑？讲了这么多惊悚的事情，咱们来聊聊现实的。既然宏观逻辑是这样，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办？难道真的就坐以待毙，等着被 AI 割韭菜吗？并不是。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当海啸来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跑得最快，你只要跑得比多数韭菜快就及格了。如果刚才讲的这条逻辑成立，也就是 AI 推升通膨，杀死估值，创造幽灵 GDP， 那么接下来资金流向的方向就很清楚了。资金会从那些纯靠画饼和梦想支撑的高估值 AI 概念股中撤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股7巨头开始动摇，聪明钱会流向哪里？流向那些有实打实现金流、有涨价能力、能抵抗通膨的硬资产，比如说能源。既然 AI 资料中心这么吃电，那能提供稳定电力和能源的公司，他们的议价能力就会变强。再比如说，具备独占性质的民生必需品，不管 AI 怎么发展，你总得吃饭吧，你总得用药吧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关注资金在期货市场的动态。当通膨预期降不下来的时候，跟通膨挂钩的商品，或者是能对冲货币购买力下降的资产，就会成为资金的避风港。至于具体的进场时机，怎么观察主力的撤退信号，怎么用最小的代价去参与这波结构性的转变，这些就是我在订阅专栏里每天追踪的事情了。我不希望你听完我的分析后感到恐慌，我希望你听完后能开始建立自己的防御体系。因为在投资的世界里，做错要停损只是基本动作，做对会加码才是发财的核心概念。如果你只是随波逐流，那海啸来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个沙滩上没穿裤子的人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真的觉得 AI 能在未来3年内创造出足够多的新工作来填补被它裁掉的人吗？如果不行，你觉得政府会怎么做？是对 AI 课重税，还是干脆大印钞发基本工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有点烧脑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这个主题的核心逻辑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还没听够，或是觉得我的分析有点意思，我建议你把我前面几期的影片也看一下。我的逻辑是环环相扣的，这期讲的可能是上一期的延伸，而下一期又是这一期的升级。接下来的全球局势只会更加动荡，而这场关于 AI 的幽灵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如果7月的能源关税政策真的落地，今天讲的所有关于电费和通膨的逻辑都会被加速引爆。你不想在未来的变局中稀里糊涂的被割肉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周见。